你以为最伤身的东西是香烟和白酒吗？也许真正的杀手就在你每天的三餐里。今天我们要聊聊藏在日常食物中的健康杀手。大家都知道抽烟喝酒有害健康，但你可能不知道，有些平常吃的食品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香烟和酒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有权威医师提出5大夺命食品的警告，这些食物的毒性堪称香烟酒精的100倍，长期吃下肚，后果不堪设想。其中令人意外的是，泡面竟然未能上榜，也就是说，还有比泡面更可怕的垃圾食物。而排名第1的健康杀手，很可能就出现在你家餐桌上，每天都被端上饭桌，却不自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5大夺命食品的真面目，看看它们为何这么毒，以及怎样悄悄危害着我们的身体。第5名，罐头食品。罐头听起来很方便又安全，食物密封在铁罐里，不容易变质，随时打开就能吃。许多人家中常备各式各样的罐头，然而你可能没想到，看似实用的罐头食品其实暗藏健康陷阱。首先，高盐高糖是罐头食品的一大特色，为了保存和调味，罐头里往往加了大量的食盐和糖分。例如，一罐不起眼的玉米罐头就可能含有将近1000毫克的钠，接近一般成人每日钠摄取量的2/3。甜滋滋的水果罐头则浸泡在糖浆中，一罐下来往往含有数十克以上的糖分，热量惊人。长期摄取过量的盐分会导致血压升高，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诱发高血压、中风、肾脏病等问题。过多的糖分则会转化为脂肪，让人发胖，增加第2型糖尿病、脂肪肝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罐头食品的营养价值也值得担忧，由于必须经过高温杀菌和长时间储存，罐头中的某些维生素会受到破坏，例如维生素 C 和部分维生素 B 在加热和存放过程中大量流失。当你打开一罐蔬菜水果罐头时，其中许多营养素含量远低于新鲜食材，却额外多了糖和盐，可以说是热量多、营养少的空热量食物。吃这样的食物既填不饱身体所需的营养，还可能因为热量过剩导致营养失衡。特别是在偏好罐头食品的人群中，往往新鲜蔬菜水果吃得少，更容易导致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可能引起便秘、血脂异常等健康问题。除了高盐、高糖和营养流失，罐头食品中还可能含有各种添加物。虽然合格厂商使用的添加物在法规许可范围内一般是安全的，但有些廉价罐头会加入防腐剂、人工香料或过量的味精，长期过量摄取对健康依然有害。例如，过多的防腐剂可能干扰肠胃菌丛平衡，人工色素可能引起过敏，肝肾解毒负担也会加重。此外，罐头内壁常涂有一层树脂涂料，其中可能含有双酚酯这类物质。双酚酯是一种环境荷尔蒙，长期摄入可能影响内分泌，增加某些癌症风险。尽管近年来各国对食品包装中的双酚酯管制趋严，但老旧或劣质的罐头产品仍可能存在此隐患。罐头食品带来的危害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你不会吃一罐罐头就立刻中毒倒下，但日复一日，高盐让血压年年攀升，高糖让血糖与体重逐渐失控，营养不均衡则削弱了身体抵抗力。等到问题爆发时，可能已经是高血压或糖尿病缠身，甚至心脏病发作、中风上门。难怪医生们把罐头列为夺命食品之一，提醒我们千万别被它的方便所迷惑，能不吃就尽量少吃，多用新鲜食材取代罐头，才是对健康真正的保障。也许你以为罐头已经够糟糕，但这还只是排名第5，还有更可怕的在后头。第4名，火锅加工食品。3、5好友围炉吃火锅时，鱼丸、贡丸、蟹肉棒这些丸子类食材几乎是必备的。但是你可知道，一颗看似鲜美弹牙的鱼丸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鱼肉？答案可能令人倒胃口。这些加工品方便又美味，但其制作过程听了可能让人反胃。许多劣质丸子使用碎肉碎鱼下脚料混合大量淀粉调制而成，肉含量往往不足一半。一些厂商为了增加弹性口感，甚至非法添加硼砂等化学物，使丸子咬起来特别 Q 弹。硼砂其实是一种工业用化学品，
长期食用会伤害肾脏和肝脏，在许多国家被禁止用于食品。但过去新闻屡屡曝光，某些黑心工厂往鱼浆丸子里掺硼砂，以提高口感，谋取暴利，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即使不谈非法添加物，合格生产的火锅料也绝非健康食品。首先，盐分超标是火锅丸子的通病。制作丸子需要加入大量盐巴来调味和增加粘性。一颗小小的丸子里往往隐藏着惊人的钠含量。吃下一盘杂烩丸子，你很可能已经摄入超过一天建议的盐分。高盐饮食不仅导致高血压，也会损伤肾脏。肾脏为了排出多余的钠，不得不加倍工作，长久下来，功能会日渐受损。其次，丸子类加工品通常还添加了亚硝酸盐作为防腐和保色剂。亚硝酸盐能让肉制品呈现诱人的粉红色，但它在人体内可能转化为亚硝胺等致癌物质。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将加工肉制品列为1级致癌物，而这些火锅丸子本质上也是加工肉的一种。换言之，经常吃火锅配丸子，其致癌风险和常吃香肠火腿一样，值得警惕。火锅加工食品还存在高脂肪和高热量的问题。为了增香，多数丸子在制作时都会额外添加猪油或其他油脂，尤其是先油炸再冷冻的鱼丸、素丸等，更是吸满油脂。一碗油豆腐或甜不辣下肚，你摄入的饱和脂肪可能比吃一块五花肉还多。这些隐形的油脂让总热量直线上升，经常吃容易发胖，也提高了血脂异常和动脉硬化的风险。很多人吃火锅时大鱼大肉又丢入许多丸子，往往低估了热量摄取，一顿饭下来热量爆表，长期如此对代谢健康非常不利。还有一点，涮火锅时丸子类食材煮久了会释出部分添加物和油脂到汤底。许多人喜欢喝火锅汤，但那锅汤其实可能已经充满盐分、油脂和化学调味，喝下肚无疑等于把这些不健康物质一并吃进去，加重身体负担。综合来看，火锅加工食品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高盐、高油、高添加剂3方面。长期过量摄取会大幅提高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风险。难怪有医学专家感叹，一锅热腾腾的火锅里藏着许多1级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也提醒大家，应少吃这类加工肉制品。下次吃火锅，不妨多选用新鲜的蔬菜、瘦肉片、海鲜等原型食材，少放这些加工丸子，既吃得安心，又吃得健康。火锅丸子的危害够惊人的吧？但这也只是第4名而已。接下来登场的排名更前的食物，威力更甚。第3名，奶茶。近年来，手摇杯奶茶风靡各年龄层，成为许多人日常的饮料首选。香甜顺口的奶茶，午后来一杯，仿佛就能赶走疲劳，满足味蕾。然而，这样一杯让人身心愉悦的珍珠奶茶，却可能是慢性疾病的催化剂。首先，奶茶最大的问题就是含糖量爆表。一杯全糖奶茶通常含糖至少30-40克以上，相当于7-8颗方糖的量。甚至有调查发现，有些加了配料的特大杯奶茶含糖量高达50-60克，直接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一天添加糖摄取的上限50克。长期大量摄入这么多糖分，身体会发生什么事呢？过量的糖让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持续偏高，迫使胰脏拼命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日复一日，胰脏不堪重负，细胞对胰岛素也越来越不敏感，最终可能导致第2型糖尿病的发生。而在这之前，你可能就先体会到持续高糖饮食带来的其他恶果，例如体重直线上升、腹部脂肪堆积、脂肪肝找上门。更糟的是，血管内壁也在高血糖的刺激下逐渐硬化，心脏病、中风的风险跟着提高。除了糖，反式脂肪也是奶茶中隐藏的杀手之一。许多手摇饮店为了让奶茶口感香醇并节省成本，使用所谓奶精而非鲜奶。奶精其实是氢化植物油制成的粉末，其中含有相当比例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会提高坏胆固醇，降低好胆固醇，是公认对心血管最不好的油脂，与心脏病、失智症等的发病都有关联。有研究显示，反式脂肪的摄取量每增加 2%， 心脏病风险就增加约 20%。
想想每天喝下一杯高糖高脂的奶茶，对心脏会造成多大的负荷。另外，很多人爱在奶茶里加奶油球、奶盖，这些配料含有大量的鲜奶油和糖，热量更是破表，可谓一杯奶茶下肚，热量直逼一碗饭。奶茶的咖啡因问题也常被忽视，典型的港式奶茶或台式奶茶，茶汤浓郁，其中咖啡因含量不低。如果下午喝一大杯浓奶茶，摄取的咖啡因相当于1-2杯浓咖啡，可能造成心悸、肠胃不适，甚至影响夜晚的睡眠品质。尤其现在年轻人动辄早晚各一杯奶茶，再加上其他咖啡因饮料，一天总咖啡因摄取量远远超标，长期下来容易引发慢性焦虑、头痛等问题。更可怕的是，一旦养成奶茶成瘾的习惯，想戒掉并不容易。奶茶带来的快感，一部分来自糖分刺激大脑多巴胺，使人产生幸福感。当血糖迅速上升又快速下降时，人会感到疲倦，又想再来一杯，形成恶性循环。许多年轻人每天至少一杯奶茶，渴了、累了就想喝，不知不觉中把奶茶当成了续命水，但其实它可能是慢性寿命水。曾有真实案例震惊了医疗界，一位来自中国湖南的22岁年轻女老师酷爱奶茶，每天至少喝2大杯，结果有一天突然昏迷，被紧急送进加护病房。医生抽血检查发现，她的血液竟呈现乳白色，犹如奶昔，这表示她血液中的脂肪和糖含量极高，导致糖尿病酮酸中毒，差点送命。幸好经过1周抢救，她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却因此罹患糖尿病，往后必须终身与病为伴。另一则案例发生在广东，一名18岁高中生因长期过量饮用奶茶而痛风发作，手脚关节长出大块痛风石，无法正常行走。还有大陆媒体报道，一位28岁的城市设计师酷爱可乐和奶茶，3个月体重暴瘦20公斤，出现口干、多饮、多尿、容易饥饿等症状，最后被诊断为糖尿病酮酸中毒。所幸及时治疗，捡回一命。这些极端案例警示我们，奶茶带来的伤害绝非耸人听闻。就算没严重到血液变乳白，一杯杯奶茶累积下来的高糖高脂，已足以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胖，血压血脂升高，血糖失控。牙齿也逃不过高糖的侵蚀，长期喝奶茶会增加蛀牙风险。对年轻女性而言，高糖饮食还会促进皮肤老化、长痘痘，加速胶原蛋白流失。可以说，奶茶对健康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如果你真的喜爱奶茶的风味，医师建议至少选择少糖、去奶精的做法，改用鲜奶并减少添加糖。当然，更好的办法是培养喝无糖茶或白开水的习惯，把奶茶当成偶尔享用的甜点，而非日常饮品。毕竟，每天一杯奶茶，这样的习以为常，常年下来可能会累积成压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奶茶的高糖高脂已经够吓人，但我们榜单上还有更毒的东西。接下来的第2名，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甚至一度天天离不开。第2名，辣条。如果说有哪种零食能让小孩大人都又爱又恨，辣条绝对榜上有名。辣条起源于中国大陆，是近年来风靡街头校园的平价零食王。它吃起来麻辣鲜香，有劲道，让人一根接一根停不下来。然而，辣条的美味背后隐藏着骇人的黑心配方。有人戏称，辣条是各种食品添加剂凑出来的调味集合体，这话一点也不假。一般辣条是用面粉或豆粉制成面筋状，再加入大量辣椒、花椒、盐、糖、味精、色素、防腐剂等调味，最后用劣质油炸制或油浸而成。一包小小的辣条配料表往往长得吓人，从香辛料到人工香精，防腐剂一应俱全。为了让颜色红亮，还会加入人工色素，而为了增加麻辣刺激，更是大量使用重油重盐。可以说，辣条几乎囊括了高油、高盐、高辣、高添加物这4大垃圾食品的特征。辣条对健康的危害，首先在于它盐分惊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日钠摄取量少于2000毫克，但市面上一包辣条通常重量约100克，其钠含量平均高达2000至3000毫克。也就是说，
吃掉一包辣条，你一天的盐摄取就已经严重超标。如此高钠饮食会导致血压升高，加重肾脏负担，增加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特别是孩子的肾脏还在发育，高盐对他们的伤害更大。除了盐，辣条也含有不少糖分和油脂。别以为辣辣的就没有糖，一些辣条为了提味，同样添加了不低的糖。更何况制作辣条使用的油多半是反复煎炸的劣质油，可能含有反式脂肪和各种氧化产物。一包普通辣条的热量约有200-300大卡，吃一包差不多等于吃下2碗白饭。许多年轻人把辣条当零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不知不觉就摄入了几百卡路里，对体重管理非常不利。更别提其中的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会提高胆固醇，诱发肥胖和脂肪肝。再者，辣条的卫生隐患也不容忽视。曾有记者卧底调查地下辣条工厂，发现生产环境肮脏不堪，原料随意堆在地上，工人徒手操作盛装原料和成品的容器油腻乌黑，煎炸用的油发黑发臭。这些黑心工厂生产的辣条细菌严重超标，可能掺杂杂质，吃了容易引起急性肠胃炎，甚至食物中毒。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强了监管，正规大厂的产品在卫生方面有所改善，但小作坊式的生产仍然存在品质隐忧。就算不谈细菌，辣条本身极端的辛辣和高盐也会对胃肠造成强烈刺激。许多人吃太多辣条会出现胃痛、腹泻，甚至可能诱发胃炎或胃溃疡。值得注意的是，常吃辣条对味觉也有不良影响。经常吃辣条的人，味蕾习惯了高盐、高油、重辣的刺激，久而久之对清淡食物觉得索然无味，这会让人越来越难接受健康的饮食，形成恶性循环，对青少年的影响尤甚。而且当味觉被这种重口味劫持后，要戒掉辣条等垃圾零食就变得更加困难。不少家长都发现，孩子自从迷上辣条后，连正餐都不爱吃了，导致营养摄取不足。由此可见，辣条对健康的破坏不仅在于生理层面，还会败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让人远离健康的生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一些地区已经明令禁止学校附近贩售辣条，可见这种零食的危害性已引起社会高度重视。总而言之，辣条虽小，危害不小。一包辣条中隐藏的盐、油添加剂含量可能抵得上一整桌家常菜，难怪医生们将它列为垃圾食品之王之一。奉劝大众，能不吃就不吃，偶尔尝鲜可以，但绝不能把辣条当日常零食。对孩子更要严格管控，避免他们过早养成试吃重咸重辣零食的习惯。平时不妨用坚果、水果等较健康的小点心来替代辣条，既满足口腹之欲，又不伤身。千万别让一时的痛快换来长久的痛苦。听完了辣条的种种黑幕，你可能会想，还有比这更毒的吗？是的，还有最后一种食物稳坐夺命之王的宝座，它就是我们的第一名。第一名，加工肉类与咸鱼，终于来到我们榜单的第一名，也就是那个许多人餐桌上天天见的隐形杀手加工肉制品。这类食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与香烟并列的一级致癌物。有统计指出，每天摄入50克加工肉，约一根香肠的量，罹患大肠直肠癌的风险会增加约 18%。 加工肉制品指的是香肠、火腿、培根、热狗、腊肉等各种以肉类经腌制、熏制、添加防腐剂等方式加工而成的食物，其中也包含传统腌制的咸鱼和咸肉。你可能会问，肉类不是蛋白质来源吗？适量吃点肉对身体有益啊，为什么加工过的肉反而这么可怕？关键就在于，为了保存和调味，这些加工肉品添加了许多对健康不利的成分，并产生了天然肉类所没有的有害物质。首先，加工肉类普遍含有硝酸盐或亚硝酸盐，这些化合物作为防腐剂和发色剂，被广泛用于香肠、培根、火腿等制品中，能防止肉毒杆菌滋生，并让肉呈现诱人的红润色泽。然而，亚硝酸盐进入人体后，可能与蛋白质分解产物中的重胺结合，形成亚硝胺这类强烈的致癌物。研究证据显示，经常摄取加工肉会增加罹患大肠癌、胃癌等消化道癌症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15年就明确将加工肉类列为一级致癌物，与香烟、酒精、槟榔并列。同时，处理过的肉制品通常盐分含量极高，一条香肠可能比等重的生鲜猪肉多出数倍的钠，一片培根所含的盐也远超你想象。高盐饮食会导致血压飙升，增加中风和心脏疾病的风险。此外，许多加工肉都选用肥瘦混杂的廉价肉制成，脂肪含量极高。培根本身就是五花肉熏制而成，肥油丰厚，香肠里也常额外添加猪油提升口感。吃下一份培根炒蛋或几片煎香肠，比吃同等重量的瘦肉摄入更多的饱和脂肪。这些大量的饱和脂肪长期摄取会提高坏胆固醇，导致动脉硬化，大大增加心脏病发作和脑中风的风险。营养专家常说，加工肉类对心脏和血管的伤害一点也不输给油炸食品。再看咸鱼，咸鱼其实可以看作鱼肉的加工制品之一，它是以大量食盐腌制鱼肉来防腐的传统食物。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许多人习惯用一小块咸鱼配粥或配饭，觉得特别下饭开胃。然而，咸鱼暗藏的健康危机同样不容小觑。由于腌制过程用了大量的盐，咸鱼的钠含量极高，不宜多吃。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咸鱼在腌制和后续烹调，特别是蒸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亚硝基化合物和亚硝胺。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长期食用咸鱼与某些癌症有明显相关，尤其是鼻咽癌。在广东等爱吃咸鱼的地区，鼻咽癌的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地方。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也将中国传统咸鱼列为一级致癌物之一。虽然现代人吃咸鱼的频率不算太高，但还是不可掉以轻心。特别是一些家庭长辈几乎顿顿饭少不了咸鱼咸肉，这种习惯其实埋下了健康隐患。加工肉和咸鱼原本是人类为保存食物发明的产物，在冰箱不普及的年代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在现代，它们却变成餐桌上的隐形杀手。这类食物吃下肚，危害是长期累积的。年轻时可能不觉得怎样，可过了中年，各种因多年不良饮食引发的疾病会陆续登门，例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肾衰竭等，都是加工肉、咸鱼等高盐高亚硝酸饮食可能带来的恶果。医师们郑重警告，为了您的健康，务必要严格控制加工肉制品的摄取频率，最好能不吃就不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加工肉当作偶一为之的美味就好，千万不要天天吃、餐餐吃。以新鲜肉类替代香肠培根，以鱼虾蟹等新鲜海产替代咸鱼，都可以大大降低罹患相关疾病的风险。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了解，以上这5大夺命食品罐头，火锅料、丸子、奶茶、辣条、加工肉、咸鱼，个个都不好惹。它们有的富含致癌物质，有的会让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找上门，有的会严重损害肝肾功能。可以说从不同角度一点一滴蚕食着人体的健康。也许有人会问，泡面不是一直被说不健康吗？为什么反而没出现在榜上？确实，泡面油炸面体和高盐调味包对健康不利，但相较之下，它至少没有加工肉那样含有致癌的硝酸盐，也没有奶茶那样高浓度的糖和反式脂肪，更不像辣条混有那么多非法添加物。当然，这绝不表示泡面就是健康食品，只能说在垃圾食物的毒性程度上，它还达不到前5名的级别。简单来说，比起泡面，还有更毒的东西正在悄悄毒害我们，而很多人每天却还在不经意的大量摄入。或许有人心存侥幸，觉得偶尔吃吃应该没事。没错，健康的关键在于剂量和频率。偶尔解馋，人体确实有能力代谢并修复少量的不良刺激，但如果将这些夺命食品长期当作日常饮食的一部分，那无异于每天都在拿自己的身体做赌注。一根香肠接一根香肠地吃，可能吃掉的是你的肠道健康；一杯奶茶接一杯奶茶地喝，透支的则是你的胰脏功能。这些伤害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突然爆发。我们身边因饮食不当而年纪轻轻就罹患重病，甚至英年早逝的例子并不少见。事实上，全球的研究已经证实，
不良饮食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吸烟。长期吃垃圾食物引发的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每年夺走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比香烟相关疾病更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别以为食物比烟酒温和，看不见的杀手更可怕，因为它往往在你察觉之前就已经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最后再次强调，以上列举的5大夺命食品，能不碰就尽量不碰。如果真的难以完全戒除，也务必严格控制摄取的频率和分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对这些高盐、高糖、高脂食物的耐受力更差，更应该避免。日常饮食应以天然、新鲜、少加工的食物为主，多吃蔬菜水果，适量摄取优质蛋白，控制糖盐油的摄取，才是维持健康的不二法门。把那些高盐、高糖、高脂肪、高防腐剂的垃圾食品通通请下餐桌吧。权威医师郑重警告，别让一时的口腹之欲变成人生的遗憾。健康是一天天累积的，希望我们都能远离这些夺命食品，为自己的未来把关。记住，健康从餐桌上的每一个选择开始。